好，再把视线转向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卷入金华城弊案，8月31号，台北检方以涉贪污、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名，向法院申请将柯文哲羁押禁见。9月2号凌晨，台北地方法院认为检方举证无法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裁定将其无保请回，当庭释放。对此，台北检方表示将提抗告。 台北地方法院认为，按照目前的卷证资料，就检察官所提出事证，尚存有其他合理解释空间，尚未达有犯罪之高度可能性。台北地方法院在2号凌晨3点裁定柯文哲无保请回。随后，柯文哲在同党民代黄国昌的陪伴下走出法院，对支持者表示，这2天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谢谢大家在这么晚的时间才停留在这里哦。 本来如果司法单位有问题可以传讯我，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时间里的，然后出动用搜索的方式，你知道，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硬碟，再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 在这2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无保请回是指法院询问被告后，不要求被告交担保金，保证自己不会逃。询问完就请被告自行离开。此次代表法官对于检方提供的事证并不很认可，因为作为市长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直到今年3、4月间，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案子的 容积率是840%左右，所以跟他讲说，这个案子其实也在目前的所有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说柯文哲有去干预过这个案子。从检察官这2天的询问方式，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相当明确，所以我跟法官说，请你不为难，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了。 他扛住了最后的压力，但是也要谢谢今天所有在场我们的支持群众，谢谢你们，大家辛苦了。柯文哲被裁定无保请回后，台北检方表示将提抗告。同案另一被告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振声则获准羁押禁见。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放宽金华城容积率至840%，引发争议。 8月30号，岛内检联单位对柯文哲进行了搜查，历经12小时询问，柯文哲于31号凌晨抵达台北地方检察部门复讯。不过，柯文哲因拒绝夜间侦讯，遭到检方当庭逮捕，其律师申请提审被法院驳回。检察官认为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 有灭证勾串之余，当天晚间，北检对柯文哲申请羁押禁见。所谓羁押禁见，指的是法院裁定羁押被告，并且禁止被告与外人见面的强制措施。据岛内媒体披露，柯文哲当晚被安排在一个仅约10到15平米的候审室，设有折叠床，并提供了一次性的盥洗用具等。房间内有监控摄像头，配有蹲式马桶，但无法自行冲水。据悉，柯文哲胃口似乎不好，晚上只吃了少量面包 以及少量饮水。当晚，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在民众党民代黄珊珊的陪同下现身北检，对着场外支持柯文哲的群众4度鞠躬表示感谢。他哽咽说：“柯文哲目前不知道外面的状况，但看到不实的新闻满天飞。我绝对相信我的先生柯文哲柯主席的清白，说我们有什么大量不明的财产来源，这个。” 我要说，这个都不是事实。有上百名柯文哲的支持者彻夜守候，有人情绪激动到落泪，也有人痛斥民进党当局大搞政治追杀。这是一个选择性的办案。柯文哲被批捕后，民众党深夜紧急发表4点声明，强烈谴责检方罗织罪名。9月1号一大早，民众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召集人黄国昌等人再度召开记者会，要求北检说明谁在放话，不要只以不予证实混过去。黄国昌强调，对检方如此践踏法律程序的办案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只会让司法成为政治追杀的工具，不是实现人民期待的公平正义。有民众党成员向赖清德喊话，要求赖摸着自己的良心问自己。
那等到柯文哲垮了，民众党垮了，第三势力垮了，回到了蓝绿对决，第三势力在台湾政治版图里面不大可能再出现了。柯文哲此番被查，与其在担任台北市市长期间金华城购物中心改建申请或通过一事有关。位于台北的金华城购物中心系微晶集团投资产业。2011年，金华城方面曾以经营不善为由，向台北市政府提出土地使用修订申请，希望将容积率从392%提高至560%，但被市政府拒绝。2016年，金华城再次向台北市政府陈情申请提高容积率，当时台北市市长已由柯文哲担任。2年后，台北市政府将金华城的容积率定为560%。2021年，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再将金华城容积率提高至840%。对此，有舆论质疑柯文哲在相关决策过程中护航金华城业主，而当时负责工程业务的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目前同样被申请羁押禁见。据悉，柯文哲一旦最终被认定违背职务受贿、图利等罪名成立，恐将面临10年起跳的重刑。柯文哲或将成为继陈水扁后，台湾政坛锒铛入狱的第2个重磅级人物。那如果2个都成立，图利罪又成立，违反职务贪污罪成立的话，依我来看，以金华城的这个案子规模这么大，应该在12年到15年以上。可是如果说最后只有图利罪的话，那么应该就在5年到7年之间。以柯文哲目前对于法律的理解跟他的律师团的水平，我会比较悲观。分析指出，柯文哲从10年前在岛内政坛刮起旋风，到5年前成立民众党，再到率领党团拿下8席民意代表，其主打的招牌就是自称超越蓝绿，还被岛内舆论认为是立法机构内的关键少数，具有掣肘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能量。而如今，如果柯文哲倒下，势必将对整个岛内政坛产生巨大震荡。对于柯文哲被检方带走一事，赖清德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岛内舆论分析，民众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民进党的支持者，与国民党的蓝白合更是对民进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一旦民众党垮台，赖清德无疑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赖清德是有高人指点，怎么去运作，他是为了把柯文哲的人设打崩掉，让支持柯文哲的那369万票，我们戏称为小草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归，他才能够在台湾有了大权一把抓的民意基础吧。所以他一定要把柯文哲置之于死地的。另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司法机构正副负责人及其余5名所谓的大法官名单8月31号出炉，引发岛内强烈反弹。以往提名所谓大法官都需要有法官的从业经历，而赖清德当局公布的所谓大法官被提名人名单中，仅有1人有法官资历。其中的姚立明甚至连司法相关背景都没有，但他曾担任赖清德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竞选总部主委，是赖清德的心腹。帮过赖清德竞选的就可以鸡犬升天，我觉得是很大的争议。中国国民党团痛批这份名单根本就是民进党的政治酬庸，凸显了赖清德当局任人唯亲是对台湾司法机构所谓大法官这个职务最大的羞耻，更赤裸裸地向世人宣告，所谓大法官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提名的结果当然让大家蛮惊讶的，好像一副好像是在报恩哈，大法官不应该是赖清德报恩的一个机会嘛。